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几个跟事业相关的显化成功案例哦。而且这些案例每一个都不一样哦，而且是观众留言的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些故事。听完这些故事啊，一定可以解决80%以上你会遇到的事业的问题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的工作没有稳定的底薪，我想要提高自己的业绩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是大家很常见的问题哦。这一位观众啊，他是一个房仲，他之前有留言说，他那一阵子啊，觉得自己的薪水都非常的不稳定，他很想要卖一些高单价的别墅或者是店面，他就在心里设定了他想要的物件的条件，但是他的公司又没有那样的物件，结果没想到只过了几天而已，就有一个新的同事到他们公司，而且带了很多物件去，其中就有别墅跟店面，而且条件都符合他想要的哦。他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。他说他是写了3个月以上的感恩日记跟1个月以上的未来日记，这些都非常帮助他显化。他又有一个新的留言哦，他说啊，我用3个月的时间成交一间房子了，耶！每次困难重重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你用的方法，就是在纸上写谢谢你某某某，你的房子我卖掉了。他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情，就会重复写几遍，让自己的心情很平静。结果在3个月之后真的成交了，真的顺利把房子卖掉了。他说啊，而且很神奇的是哦，前一天其实双方价格都已经谈好了，屋主就突然说不卖了，他的心情就非常低落，很难过，想怎么会到最后一天突然就没了呢？到手的猎物怎么就给他跑掉了呢？他很难过啊，但是他脑中突然有一个声音跟他说，你不要难过啦，明天就可以签约咯。结果隔天屋主又跑回来说要签约，然后就真的签约完成了。然后他也顺便问了一个问题说，那个声音到底是谁的声音呢？那个声音就是你的高我 Higher Self 的声音。你的高我的声音通常会是非常有智慧而且很平静的，他有时候可能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出来讲1-2句话，可是他不会一直盯着你，就是一直念，不会，因为他是非常有智慧的。那很多人在开始走向显化或是灵修或是觉醒之路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听见高我的声音，这是非常正常的，是因为你的高我本来就是在非常高频率的地方，所以当你把自己的频率也提升之后，你就会跟他连上线了，就比较容易听到他的声音这样子。高我就是真正的你哦，现在这个 3D 的你不是真正的你，只是有点像是在演戏中的你，只是演戏的一个角色，你懂吗？就像是电玩，有时候你登录一个账号，你就要创造自己的虚拟角色，你可以选择你要的职业啊，是魔法师或骑士啊，然后选择你要的外形，但是那个你不是真正的你，真正的你是在外面玩游戏的那个你。好，关于高我呢，可能之后再做影片跟大家介绍吧。我的 manager 好机车哦，怎么办啊？哇，这也是大家很常会遇到的问题哦。我之前有分享过一个我自己的经历，就是那时候我的 manager 也突然变得很难搞，很不好相处，我心里有点难过，但是我又不想离开那个工作嘛，我就开始在纸上写说，感谢我的 manager 对我很好，脾气变得很好，很好相处，很好沟通，谢谢，就这样子。那时候呢，我一天都会写一整面，就是谢谢我的 manager 脾气超级好，谢谢我的 manager 对我超级好，就是这样子一直写，一天写一整面。然后那时候很快，大概只过了10天吧，我就突然换了一个新的 manager 了，就是在 manager 更上面的那一层把它换掉了，请了一个新的 manager 来代替他，而且新的 manager 是那种年纪很大很和蔼可亲的那种老伯伯型的，很好讲话，也很好相处，我的日子就变得很好过了。然后这位观众呢，看到我之前分享的那个故事啊，就如法炮制哦。他的故事是这样子，他说，我在今年的10月左右啊，我帮助一个同事，然后就跟科长争论了，就是他的同事可能跟科长有一些纷争，他就去站辩他的同事，然后就也跟科长吵架了这样子。结果科长就很不爽他，就有点处罚他，就在那种员工绩效的地方给他一个比较不好的评价，而且是需要辅导的评价，而且如果辅导的不好的话，可能就会被 fire 掉了。他就非常难过啊，因为他其实年初的时候才因为表现不错被升等的，结果就很难过，怎么会这样子嘞？他说，我看到你显化主管走人的那个影片，我就开始念说，我有一个好主管，他非常重视我，尊重我，很好相处，对我很好。
几乎每天睡前都会在感恩日记上面写这句话。然后10月底的时候他去开刀，他就顺便休养了好几个礼拜。他在休养的那段时间也是一样，每天都会在感恩日记上面写说，我有个很棒的主管，很重视我，尊重我，很好相处。等到他休养结束回去上班之后，那个主管就被资遣了，就再见了。大概就是花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。我觉得大家用这个方法的时候，不用担心说这样做了之后你的主管会不会被 fire 掉还是怎么样的。我跟你讲，宇宙都会安排好好的。如果说那个主管可以改变个性的话，他就会变得很好。但如果那个主管改变不了的话，就会换一个更适合的主管来。你不用担心主管后来怎么办，因为他一定会有更好更适合他的出路。我想要找到工作，我已经失业很久了，怎么办呢？要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工作的好吗？你千万不要因为找不到工作就放弃人生哦。我收到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他说他去澳洲住，可能是打工度假的那一种，他是用一个短期签证留在澳洲。他说啊，我刚到澳洲，每个人都说很难找到喜欢的公司，而且也有人说很难找到跟本科系相关的工作，但是我不相信，我觉得一定可以找到工作的。所以我就去网络上找我最喜欢的公司的那一间照片，它是一间世界第一的建筑公司哦。我找了很多那间公司的照片，还有它内部的影片来看，一直看，就好像我也在里面工作一样。而且我真的很想去里面工作，我常常幻想自己已经很了解这个工作环境了，幻想自己在里面工作的样子。有一天就真的看到里面有在征才哦，有面试的机会，他就立刻报名了。然后非常顺利的就通过面试了。而且他说啊，如果他晚一天得到 offer 的话，他就没有办法待在澳洲了，因为他的签证到期了，就是刚好在签证过期的前一天拿到 offer， 所以就可以继续留在澳洲了。而且他说啊，我的英文不好，我没有做过相关的工作，也不是名牌大学毕业，也没有接受过澳洲的教育。我到公司里面发现每个人都很强，大家都是英文好，也有名牌大学毕业，很少人像我这样子的。我真的很开心有这个工作机会，很感谢宇宙的安排。耶，太棒了，我觉得这好励志哦，就刚好在签证到期前一天就找到工作了，真的很棒。我想要让我老公升官加薪，可以做得到吗？当然可以的。我收到这个热腾腾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。这个观众已经看了我的频道一段时间，我常常在下面看到他的留言，真的非常非常开心，他成功帮老公升官加薪。他是这样子说的，几个月前呢，我看见 BB 分享过要让工作更顺利或者是升迁该怎么做的方法。于是从几个月前开始，我就常常想着我的老公在职位上可以从资深经理再升职上去。我也请老公跟着一起想象哦，要想着你升迁到更高职位之后会做哪些事情。例如说你可能开始会管理人啊，你可能开始有更多的 meeting 啊，可能会接到更大的 project 啊之类的，你就要去想象你在那个职位会做哪些事情，跟你现在的职位一定是不一样的事情嘛，就是要活在最终场景啦。后来公司的总经理真的就问老公说，有没有意愿要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当代理处长啊？老公就说当然愿意啊，很开心。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，什么代理处长啊？你就是处长啦！你要想着你一定会升上处长就对了，不是什么代理处长啦。几个礼拜之后，就在前几天12月26日，终于公司的公告出来了，人事异动的公告，老公直接升为处长了，不是代理处长哦，就是处长。真的太棒了，我觉得这观众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。你还记得 Never Garden 老师 Abdullah 说过什么经济舱啊？你是坐头等舱啦？结果 Never Garden 真的就坐了头等舱，这是一样的道理耶。什么代理处长啊，你就是处长啦。真的很喜欢。这个故事也很励志哦，是来自一个女性的观众。她说啊，她一直都有个梦想，想要住在国外，想要外派到其他国家去工作，而且她是念外语系的，她语言能力也很好。但是她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没有机会被外派，她也换了好几个工作，总共有工作了10几年都没有被外派。她觉得有点难过，该不会这辈子都没机会外派了吧？有一段时间她就离职，想说先让自己休息一下，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情，之后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这样子。那在她离职的时候呢，她就有一天心血来潮，就想做一个愿景板。她就上 Pinterest 去找了很多好看的照片，
欧洲国家的照片，然后他就把那些照片啊都印下来，然后剪贴在他的剪贴簿上面。他买了一本剪贴簿，他觉得很好玩，他做的时候是很开心。他其实并没有说是刻意要显化什么，他就是喜欢那些国家的照片就贴上去，而且他喜欢欧洲的某一个国家，所以他就贴了很多那个照片。然后同时间他也开始写感恩日记。他写日记是因为他那时候有点低潮，他想说写个感恩日记让自己开心一点。他就感谢一些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事情，这样子让自己心情更好。他是从1月开始做愿景版还有感恩日记，然后到4月的时候他开始找工作了。他那时候目标也不是想去找一个国外工作，他就是上一个人力网站上面去看看有什么工作。结果真的有个公司是在欧洲那边的，他们的征才条件就完全符合这个观众，他们要的这观众都有，完全符合，所以他马上就去面试了，然后马上就通过了，而且就是去他最想要去的那个国家。他还写说，我不只顺利拿到 offer， 而且是去我一直都想去的欧洲国家，薪水是以前的2倍，我终于实现了多年来一直想被外派的心愿。这个工作内容也跟我过去的经历有关，感觉就是宇宙为我量身定做的一个工作，真的太棒了，好励志哦！想跟大家讲，真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就算你已经想要这个愿望很多年了，还是有机会发生的，就在等待你的频率跟它对齐而已。大家都不要放弃哦，千万不可以因为找不到工作就放弃人生哦。如果你对找工作或是升官加薪还有什么疑问的话，这边还有几个很厉害的故事哦，可以去看看哦。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听到更多很厉害的故事哦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对你有帮助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